12生肖，今天咱们给大家说到这个马。这马和其他动物多少有点不一样。你看咱们说的，无论是鼠啊、兔啊这些个动物啊，多少都有那么一点毁誉参半。就说人家可能喜欢这个动物，也有不喜欢的。可是我们一提到马呀，你看形容马的好像都是好词儿。说这马呀，比方说骏马啊，再比方说这个人才，咱们经常用马来形容千里马。要说到马的特征呢，咱更是不少人说好强啊，这个勇猛、刚健、英俊、洒脱、快速，反正基本上都是褒义词。这个马其实从古至今来看呢，它也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，跟人的关系特别近。咱们经常说马通人性，你看过去古战场上，那个马和军人之间那种配合，现在咱一听评书，保准都是胯下马，掌中枪，什么小肚子一颗铁骨梁，双膝一颗飞虎颤，哒往前走。那么就说人马合一，这是过去古战场的情况，人马之间呢有这种沟通。现在我们看呢，这个赛马更是讲究这个人马之间怎么配合，所以马不仅离人近，而且深得人类的信任。那前不久这个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报道了一个消息嘛，就当年呢李世民，唐太宗李世民总共有6匹非常喜爱的战马。后来这些战马呢，这马一般活20-30年呢就没了。这个唐太宗很想念这些马，他自个儿皇后去世的时候呢，葬在昭陵，然后在昭陵的一块大石头上呢，他找人把这6匹马的像给刻在这上了。所以历史上管这个叫昭陵6骏，是重要的文物。所以就这个马呀，跟帝王将相，跟普通老百姓可以说结合的都非常紧，离得都很近，而对我们现代生活它的影响非常大。你看咱们平常生活当中用语，汗马功劳，马到成功，说这事要快点办，你立马就办。马首先是提升了人类对速度的这方面的进步，以至于我们现在比方说大街你得叫马路，不能叫别的，叫牛路，它走的太慢了。你比方说这个车到底能发动机都到什么性能，有个数据叫马力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嘛，就把这马力活用过来了。而且有好多的这个名词和这些固定东西的使用方法都和马有关。比方说咱看铁路，铁路那俩铁轨之间有多远呢？这是固定数据 1.435 米。说这米数哪儿来的呢？这就是过去赶车，前面2个马往前跑，这不你能看到2个马屁股吗？这俩马屁股合到一起，这个宽度 1.435 米，大概是这个数。所以铁路那2个铁轨之间距离就基本按这个数据来的。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用语经常用到的跟马有关，比方说你这人不好好干活，你怎么就拉松套呢？这个拉松套就是从马身上得来的。你赶马车，2个马唰往前跑，可是要有其中一个马呢，他想偷奸耍滑，他怎么办呢？他往旁边跑偏一点，你就会发现那个马的套是绷得溜直，这个马套是松着的，那么整个马车的重量一多半都让那个马给承载去了。这时候车老板抽一鞭子，这马就得往前奔，2个套又溜直了。所以拉松套就比喻人搬道偷懒。这个都是从马身上我们得来的形容到人身上的一些形容词。那么其实驯马这个过程比较早。但我记得过去我们有那么句话吗？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这4马4，马字旁搁一个1、2、3、4、5的4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最早的时候那个马车是4匹马拉，4是指一辆车4匹马。说驷马难追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4匹马拉的车我都追不上，这必须得包括那车，要没那车那就是4匹马，不能叫这马字搁个4字就4。所以最早的时候马和车这是整套的交通工具。你像咱们这个那个时候诸侯有的可以驾8匹马的车，16匹马，最高贵的天子一级的32匹马，那要速度有速度，要稳的有稳的劲儿。所以当时这个4呢成了这个一些诸侯天子表达这种排场的一个固定工具。
那么什么时候马成了主要的进攻工具了呢？在军事上，那是从战国时候赵武灵王胡服学射。这个赵国呀，就现在我们看这个河北北部一带，它正处在游牧地区跟农牧文明之间相交这么个地方，所以赵国比较早的呢，看人家少数民族，你就直接骑马。过去什么马拉车，人站到战车上，拿着长矛大戟，所以你看上古时期的兵刃呢，一般都长，那短了你够不着，所以短兵刃用不上。那么像锤呀、锏呢这些短兵刃什么时候用上？赵武灵王胡服学射，穿着胡人的衣服，为什么呢？胡人衣服短打扮，下面这大襟呢也就到大腿上面这块，然后这袖子呢也都短，这样使兵刃方便。所以当时赵武灵王呢率先采用了这种方式，使赵国的这种军事战斗力极大提升。所以那阵儿由原来坐到马车上改成直接骑马，它就需要人和马之间的结合，而这个结合呢，对于汉民族来说不是个问题。这前面我们说在战场上，或我们讲叫人马合一。你看这个凡是有名的将军骑的都是宝马，秦琼原先黄骠马，后来是虎力豹，不秦琼卖马那是个经典的故事吗？张飞骑的万里烟云兽，这是霸王骑的乌骓马，这都是宝马良驹。这宝马良驹啊，确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有。你看《射雕英雄传》里边讲郭靖骑那汗血宝马。三师傅啊，我的小黄马流血了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！你看，他怎么会这样呢？啊！哈哈，静儿啊，这不是血，是汗，是汗。汗血宝马，汗血宝马呀！大哥，静儿的小红马竟是一匹大师傅，汗血宝马。你看这个马本身呢，皮肤下边有点特殊的染色体，结果你这一渗透出来那个汗呢，就跟人身体那血滴子是一点点，其实不像血那么浓，就是有点暗红色，所以时间长了呢，把它腐绘成这个汗血宝马。汗血宝马历史上汉代的时候呢，打到那个地方去呢，中亚当时那儿叫大宛国，从那儿呢弄进了3000多匹汗血宝马，但后来又水土不服，基本上就是在中国内陆这块呢没有繁衍开。所以这马不光是能耐大，它有速度，马还有一点呢，也成为对主人比较忠诚。当年有个周穆王，周穆王下面有8匹好马，被称为穆王八骏。这个八骏里头呢，有一匹马叫华流。据说呀，西王母呢看上这个周穆王这匹马，就要把这华流带回到他那地方。周穆王在北，西王母在南，把这华流带回到这个自个儿家里的时候呢，喂这个华流上好的草料，这马不吃，每天扭着头向着北方，向着雇主那个方向哀鸣不已。西王母一看这样下去这马要死啊，不行啊，就又给送回去。送回去这马上又喝水又吃草，活蹦乱跳的。就说这匹马忠心主人，忠臣不是二主，好马也不会侍奉第二个主人。这个故事后来我们听过《岳飞传》的朋友知道，王佐断背收陆文龙，就给陆文龙讲过，说你爹本来当年死在金兀术手里，你怎么能当他的育儿干殿下呢？为了讲这个，前头搁华流向北来铺垫，比喻这个忠臣良将，一生不是二主，不能背叛自个儿原来的故土和主人。所以华流向北呢，是马忠诚里头的经典故事。那么当时跟马有关的呢，但更多的我们说是好词嘛，比方说这个年轻女孩都梦想着我有个白马王子，最典型的咱们知道白龙马。白龙马在《西游记》里边嘛，他是西海龙王的三太子，惹了事儿了，被这个玉帝。有人说奇怪了，怎么都三太子呢？你看东海龙王三太子让哪吒给抽筋了，这西海龙王三太子，这是根据中国民间养儿子这个定律来的。家里头你比方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天底下没有好老三，为啥呢？人口多的时候哥哥姐姐，然后轮到老三，一般家里活都让哥哥姐姐干了，到老三娇生惯养，有时候有点脾气有点毛病，所以这三太子好出事儿。这个西海龙王三太子呢，被玉帝贬下去呢，到一个地方待着，你等着唐僧西天取经来这收你。
没想到这三太子一着急呢，把唐僧骑的马给吃了。得，玉帝说：“那你这样吧，观音菩萨也说了，你呀就变成马，你驮着这个唐僧，西天取经。”菩萨，你让我在这儿等师傅，可是不见人来。他就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。啊，原来他就是齐天大圣啊！你化作白马，驮你师傅去取经。后来这个功德圆满之后呢，把他封为八部天龙广利菩萨，白龙马得成正果。所以你看，在中国呀，基本上这个和马有关的词儿呢，大多数都是持肯定态度的。尤其有一点特别明显的，这个马呀，在中国被经常用来比喻人才。我前面不是说吗？千里马。那么说这千里马，它作为这个人才的代言呢，应该说从春秋战国时候就开始了。那时候讲相马嘛，说千里马你得有伯乐发明。这个伯乐是伯乐是秦国人，这个人真实有其人伯乐。伯乐相马，他知道什么是千里马。那么这个相马自古以来专门有相马经，就什么样马是好的。说马脑袋分好几种，有直手、曲手、兔手。兔手就像兔子那个脑型似的。你看那个三国里头，关公骑赤兔马，不是说红的跟兔子跑那么快的马，不是那意思。赤字就指这马颜色是红的，兔是指什么呢？就这马脑袋像兔脑袋一样，不是指像兔子跑那么快。所以当时相马有很多规矩，高水平相马的人呢，一看这马就知道他到底脚力能什么样，是不是日行1000夜行800。而把这个千里马当成人才呢，这里头还有个千金买马骨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当初这个战国时期，齐楚燕韩赵魏秦，战国七雄。这个燕国呀，一看周边的国家都招纳贤才，当时这个燕昭王也按耐不住了，说我也得呀请贤能振兴这国家。正好来那么一位自称有才的，这个人叫什么呢？叫郭奎。一打听熟悉郭奎，说这个人你不能说没才华，但是才华平平。那你才华平平，你让我用你有什么本事？这郭奎说大王啊，我给你讲个事儿。当年呢，有一位大王呢想要千里马，就派人呢到各地收购，一匹马1000两金子。可是这个人转了一圈回来了，给他带回一副马骨头架子，花了500斤金。这大王来气了，说我让你买千里马，你给我买回骨头架子，这有什么用？他说大王，这个呀就是千里马的骨头，这千里马骨头也不值那些钱呢。他说大王，你好好想想，大伙儿都知道了，你买个千里马马骨你都能花这个钱，那你说谁手有千里马为买好价还不上你这儿来啊？有道理。果不其然，不久之后4、5匹千里马都送到大王这儿来。那么郭奎讲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说大王，你想想，你就把我呀当成千里马的骨头，我是没千里马值钱，我能力平平，可是连我这样人你都重用，你回头琢磨琢磨啊，那其他的那些人真正有才华的人，真正的千里马还不跑到你这儿来吗？燕昭王一听有道理，于是搭建个黄金台重用郭奎。所以后来李白那个古风里不写吗？叫燕赵言郭奎，更扫黄金台，巨心方兆志，邹衍复其来。巨心邹衍这些能人都被演过来了。所以你看千里马呀被当作人才的代言由来已久。说什么情况下人才凋零都不肯出来呢？成语叫万马齐喑，说马都不吱声了。你看龚自珍不写吗？九州生气恃风雷，万马齐喑究可哀。我向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。所以你看马身上这个好词啊，那多了去了。那相应的在文艺作品当中，咱们夸马的地方特别多。你看咱们听歌，你听蒋大为骏马奔驰保边疆。骏马奔驰，马一超的马儿你慢些走。包括走上这高高兴岭都有，
请啊请的昆多伦，昆多伦河哟，我在那里过马哟。你看人马这种关系，就是往往这个是人类通过歌颂马来歌颂人类的这种劳动精神。你看这是唱歌，你在画画上有名的咱知道这个徐悲鸿画马。徐悲鸿画马有个特点，重点在马腿跟马蹄子上。而徐悲鸿说了，马蹄子最难画，比女人的高跟鞋都难画。为什么呢？它是个重力结合点，也是主要的发力的器官。他把马蹄子画好了，才能叫画马成功。而且徐悲鸿画马有个特点，一般画画不是软笔吗？徐悲鸿搁硬笔画。他为啥？他想马鬃马毛，毛笔太软，那个风骨起不来，只有搁着硬笔，嚓嚓嚓，银钩铁划的，显得马鬃都立起来，看这马就那么漂亮。所以当然你看这些文学艺术作品这么歌颂马，它是有道理的。其实马身上也不光全是好词儿，也有一些很特殊的。你比方说咱们平常说你这个人呢是个马屁精，喜好拍马屁，这怎么会说拍牛屁拍驴屁呢？为什么非要拍马屁呢？哎，这个其实也跟古代交通有关。因为咱那时候人呢出门8百里加急快马，所以骑着马。这个马好多时候根本不是说这马病死了在战场上战死了，马很多时候是累死。要为什么说这马这个动物可敬呢？有的不少人研究说这马死了，一解剖才发现这个马的肺部由于快速的奔跑，有时候都大量的出血。马其实好多不是在枪林弹雨里死的，而是活活累死的。萌萌站起来。那么马靠什么经得起这种大消耗的运动呢？咱们都说这马膘，这马得胖，得身上有膘有力气。那么马膘体现在哪儿呢？体现在马屁股上。比方说俩人一见面，哎呦，您这马可好，这是日行1000夜行800的宝马呀。然后到马屁股上拍两下，哎呦，这膘这个厚啊，这是好马。一开始这是呢衡量马的这个体格一个标准，后来呢俩人一见面呢，为了讨好对方，也到马屁股上拍一下，哎，好膘。其实那马瘦的都快塌架了，所以到后来不实事求是，拍拍马屁股两下子，盲目的称赞对方，叫拍马屁。你说刚才说这个马既然上了战场那么认真啊，不累死不拉倒，那可是我们形容一个人做事粗心不认真，有句话说你这也太马虎了。说这孩子作业写的马马虎虎的，说这事你干怎么样？哎，马马虎虎的。说怎么还拿这个做比喻呢？拿马呢？这是有典故的。宋朝时候有个画家，擅长画马，也会画虎。有一天在家呢，人家找他，您给我画个老虎吧。他就画个老虎，虎脑袋。又有人进来找他，先生，我让您给我画个马吧。他稀里糊涂就把老虎脑袋安个马身子画完了。画完他图省事，人家两家都不要啊。他你不要我留着，挂在自个儿家中堂上了。他说俩儿子，大儿子小儿子也就个5、6岁，过来问说爸爸这是什么？他跟他大儿子说这个呀，那个是马。他跟他小儿子说这个呀是老虎。结果后来出事了，怎么着？有一次他二儿子出去打猎去，人家骑马过来，他以为这马是虎呢，一见把人马射死了，赔了500两金子。等他大儿子出去到郊外玩呢，看着老虎了，以为这是马，翻身要骑，让老虎给咬死了。所以这一下子给这画家这个教训太大了。说你看我这个马不是马，虎不是虎，这马虎图啊，害了我呀。这后人就管这种粗心大意呢叫马马虎虎。当然这个你看跟马其实没关系，更冤的是全国流行的有个词儿，说你这个马大哈，也是办事不认真啊，稀里糊涂，经常出错，人管这样人叫马大哈。其实这个跟这个马本身没任何关系，而且这个词儿不是典故，50年代以后才有。咱们愿意听相声的朋友知道，57年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相声作者叫何池，他写了个作品叫《买猴》，后来让马三立说出名了。马三立就说这个故事单位呢有个同志姓马，人管叫马大哈。从前我们科里有一位文书姓马，叫马大哈。马大哈
怎么叫这个名字？就是马马虎虎、大大咧咧、嘻嘻哈哈。哎，领导呢给他布置任务，说到这个东北角买猴牌的肥皂50箱。结果这马大哈拿过来也没细看，直接就给抄成了到东北买猴50个，就能省得省什么，他也不管别人。结果其他领导也官僚主义作风严重，哎，都给批下来了。结果这位到东北真买了50个猴回来，这百货公司回来50个猴，大闹百货公司，哪都是猴啊！哎呀，铁笼子上坐俩，窗户当时制造的喜剧效果，当时好多人听了是哈哈大笑。所以当时的马大哈一下在全国流传开了。哎呦，你这个马大哈什么的，笑话人的。所以你看，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和马有关的事儿，马确实在12生肖里这个独特之处就在于搁到马身上，好词儿远远多于不好的词儿。所以咱们现在有时候说啊，这个国家往前进，万马奔腾，比较有意思的，咱结尾再给大家讲个事儿。马玉涛老师当初不唱那个马儿你慢些走吗？本来是说呀，要慢一点驾驭这马匹呢，把美好的景色看个够。可是我们的邻国朝鲜，当时在金日成同志领导下呢，正搞一个千里马运动。他们一听不高兴了，我们搞千里马运动，一日千里往前走，你这让我们马儿你慢些走。据说当时朝鲜人还不大高兴。你看，这说明中朝两国人民对马的正面意义都是有着普遍认同的。12生肖，今天我给大家说到了羊。那么羊在12生肖里挺特别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说这个人呢属猪，属猪人有福；属龙的人这人将来那都厉害。可是，一说到属羊，我估计收看我们电视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啊，有的时候一听到这个，心里头不是觉得很愉快。民间因为有说法啊，属羊人命不好，10羊9不全。那说到底这个10羊9不全是迷信的说法，还是确实有道理呢？您得听我往下慢慢说。这个羊在中国古代啊，它的很大功能我们都知道，就是养了然后宰了吃肉。其实羊还有一个重大功能，就是比方说祭天地祭祖先的时候要用牛和羊。最开始猪是上不了台份的，而要用牛和羊祭奠。所以这羊呢，给我们一个感觉呢，叫待宰的羔羊嘛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古代的时候呢，往往把羊当做一种弱小的受欺压的这样一个对象，而且即使在弱小的受欺压的对象里头，他还不如那牛地位高。那么这不光是咱东方，在西方也是如此。咱们说替罪羊，说这个事你替人顶缸，你个替罪羊。这替罪羊打哪儿来的呢？不是中国出的，这是西方的产物，是个舶来品。替罪羊是从宗教里出来的，是犹太教里产生的。这犹太教里教规有这么个规定，就是说这一年到头啊，这人呢到年底得到神父牧师那去忏悔啊，我做了什么错事。大家还记得《非诚勿扰1》里边葛优在日本一个教堂里边没完没了的忏悔，从上小学那点破事都说出来了。那么犹太教就是到年底要忏悔，那忏悔什么呢？我有罪啊，我犯了很多罪过呀。那么说你犯了罪过该受惩罚，怎么惩罚呢？这时候替罪羊就产生了，由那个大祭司弄了一只山羊，把这个山羊2个脚摁住，摁到祭坛上，然后旁边有人忏悔，表示这个人的罪过啊都过继到这羊身上了。然后呢，把这羊抬起来送到没有人的环境，大草地啊或者什么荒野上啊，让他转一圈，回来把这羊杀了，用羊血祭奠。就意思是什么呢？人这罪过都转到羊身上了，羊通过在无人地方转一圈，这罪过就散了，为天地所接纳，为神所饶恕。所以替罪羊，这是从犹太教里过来的。那么说到这儿，你可能觉得，哎呦，这替罪羊啊，这什么这个这不用羊来换牛啊，这羊确实是弱小的，还有的时候不怎么受人待见。那有的人说，老梁你说这不对，羊有好词啊。你看说3羊开泰，每年过年这喜庆话，祝福大家这个什么一帆风顺，2龙戏珠，3羊开泰，4季发财，5福临门，6六大顺。
吉祥话里有这三阳开泰，这有这阳啊。跟各位说实话，这个阳啊，现在写三阳开泰不对。这个三阳开泰的阳呢，是阴阳的阳，不是这个阳。说为什么转化成这个了呢？你三阳开泰，那是太阳的阳，我上哪儿弄仨太阳当吉祥物去？哎，我弄了3只羊往这一摞，这是个吉祥的事。那么什么叫三阳开泰呢？就说事情有一个好头，有个美好的开始，从哪儿来的呢？这个开泰泰呀，不是泰山，这个泰是什么？是8864卦里头，周易里头的一卦，泰卦。咱们经常说否极泰来，否就是否定的否，否极泰来，就不好的事到了极处了，到了顶点了，好事该来了。这个泰是好事的意思。三阳开泰什么意思？泰卦在周易里头啊，这卦是什么呢？就是那几个横杠组成的，两个横杠断了，这叫阴爻；两个连着的，直接连着，这叫阳爻。那么呢，亥卦一开始连着3爻，总共6爻，6层吗？连着3个都是阳，都是阳爻，就是都是连着的，而不是断着，断着叫阴爻，所以这叫三阳开泰。哎，比喻这个事情有个美好的开始，象征着吉祥，福气临门。所以三阳开泰的阳不是山阳的阳，而是阴阳的阳。那么说到这儿，有人就说你开始不说了吗？10阳9不全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跟大家说实在的，10阳9不全呢，是一种迷信说法，而且10阳9不全不是故老相传留下来的，是打清朝末年以后民间才开始有这个传说。要把这个事说清楚呢，咱们得从慈禧太后说起。说怎么说慈禧太后呢？慈禧太后就属羊。这个凡是帝王一级的生活好的人，他都有点忌讳。慈禧太后忌讳什么呢？忌讳属虎的。咱们以前我记得给大家说过武则天，武则天怕什么？武则天就怕猫。因为什么？武则天属鼠。武则天曾经把自个儿的儿子太子的王妃萧良娣给抓起来了，哎，很残忍的就对待人家，拷打什么之类。最后萧良娣临死前咬碎钢牙说：“阿武世世为鼠。”哎，就说你武则天辈辈你都是老鼠，我愿得来世托生，辈辈为猫，我辈辈吃你来报仇。所以武则天从那以后见猫就害怕，躲着。哎，在宫里不准有猫，见猫有的能杀就杀，反正他不见这事。那么慈禧太后为什么忌讳老虎呢？属虎的人呢，他是属羊的。咱们经常说这羊入虎口啊，虎跟羊相克吗？老虎吃羊的还不玩似的。所以慈禧太后在后宫里边查这些宫女，凡是属羊的，哎，留下跟自己一个属性吗？属虎的给我撵远远的，撵走。要是身边太监里头谁要是说是他属虎，那都不待见。据说李莲英就属虎，哎，他呢为了取悦慈禧太后，哎呀，我奴才不是属虎的，我属兔的。他说他属兔，其实李莲英是属虎的，不敢吱声。哎，等于自己瞒1岁来取悦慈禧太后。那么在后宫里头呢，属虎的不能存在，对羊还要善待。那这个御膳房里头它得有羊肉啊，羊肉不能叫羊肉。慈禧太后给羊肉起名叫福肉寿肉，哎，就是福禄寿喜那福寿俩字，福肉寿肉都不能叫羊肉。当时有的这个朝臣立了功回来了，慈禧太后随便封赏的时候说一句：“你属什么的？”啊，我这个奴才是属这个虎的，属虎的不行，回去也不赏赐了。说你属虎本来就罪过，立点功应该的，将功折罪，回去吧。都这样。最滑稽的是呢，我们都知慈禧太后啊喜欢京戏，叫无弹不欢嘛，没有弹琴陪来她都不高兴。而且慈禧太后听戏很内行，但是由于她忌讳这类的跟虎啊羊啊有关的，你要反映这个羊的事儿，要主人公命运不好，不能唱这戏。你比方说苏武牧羊啊，把苏武弄到北海边去呢18年，这个戏不好，带羊字儿，苏武牧羊这出戏不能唱。再比方说洪阳洞，洪阳洞讲这孟良交战，
北国盗虎，结果俩人在黑头洞里碰上，不知道怎么事儿，你一斧他一斧子，把这个交战给砍死了，是这么一个事儿。这也是悲剧。好，洪阳洞本来这山洞的名叫洪阳洞，你说跟羊有什么关系？那也不行。所以苏武牧羊、洪阳洞这样的传统戏在慈禧太后那演不了。而且最滑稽的是，这个大伙儿都知道玉堂春，就那苏三离了洪洞，哎，那叫玉堂春，苏三起解那折。玉堂春这个戏，说这跟羊有什么关系啊？也不行，里边有唱词儿，有一句唱词儿啊，讲这个苏三起解以后啊，这大人断案就要把他投入监牢。苏三有唱句叫什么？叫我好比羊入虎口，一去不还。这句慈禧太后一听，什么玩意儿？羊入虎口？不行不行，不能唱这个。别的戏班的人给慈禧太后唱戏呢，改词儿改成我好比入网的鱼儿，一去不还。咱们这个观众朋友里有这个票友，也有戏迷，您听听《玉堂春》里头这句唱词儿，在老的时候，慈禧太后之前那些年都唱羊入虎口，一去不还。到慈禧太后这现在改到现在，入网的鱼儿，一去不还。所以你看，慈禧太后就忌讳到这程度。说这十羊九不全跟他有什么关系吗？哎，据说呀，慈禧太后不是属羊吗？你看慈禧太后，咱们一翻课本，一翻历史教材，两中华之物力，皆与国之欢心，没干多少好事。可是慈禧太后呢，稳稳当当，寿终正寝，一辈子享尽荣华富贵，回来执政多少年，又有权又有势又有钱，可以说是齐天之福，他都享受了。像这么一个人，给中国历史没留下什么太好印象的人，居然得享荣华富贵。所以有人说慈禧太后命太好了，运气太好了，说他属羊，把属羊的人的好运气他一人都给占全了。所以自他之后，这属羊的人命就不好了。所以说十羊九不全，有一种说法是由于慈禧太后，还有一种说法和这个类似。谁属羊？袁世凯属羊。这个袁世凯属羊是8月份出生的，阴历8月份。咱们民间有迷信说法，说这个7、8月份的羊啊好，其他月份不行。7、8月份有草吃啊，草地羊嘛，这是羊吃的膘肥体壮，挺好。袁世凯就是8月份出生的羊，我说这阴历8月份。那么说十羊九不全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？哎，大有关系。当初我们知道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，明明孙中山带领同盟会千辛万苦辛亥革命，我们这今年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这100周年了吧？中国推翻帝制，走向共和。那革命的胜利果实呢，被袁世凯给窃取了。袁世凯当总统了，虽然当了83天皇帝，最后就一命呜呼了就走了，可是他毕竟当了总统了。那会儿位极人臣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孙中山带同盟会啊，一看袁世凯要复辟帝制，造反，接着打他，全国都骂袁世凯。当时你记住，如果这个人在民间流传真龙天子啊，碰不得呀，就比方说刘邦宰蛇当道，赤帝的儿子了得吗？这个是不利于革命的。你得学那陈胜吴广，往鱼肚里塞东西，往出一抽一个纸卷，大楚清陈胜王，这好，这才能够获得基层有一些没文化老百姓的认可。所以当时为了制造袁世凯命不久长，民间说8月羊应该杀了，为啥？把羊养肥了，该杀了，当上总统了，现在是不这样了？所以说为了咒骂袁世凯，为了咒他能早点下台，说这羊命不好该杀。袁世凯属羊，那是为了革命做铺垫。所以这个是一种说法，说袁世凯属羊，为了咒袁世凯，说十羊九不全，羊的命不好。您通过我说这个，您就明白了，这个羊为什么有人说十羊九不全呢？那是出于各种各样目的。你琢磨琢磨，12生肖12年，羊占其中一份，要是12人里头有一个属羊的，这人命就肯定不好。你说那得冤成什么样？而且中国13亿人呢，属羊的人多少？平均分配至少有1亿人属羊，这1亿人命都不好，你这上哪儿说理去？不可能的事儿。所以说大伙千万不可相信什么十羊九不全这种胡说。这当年散布这个消息都是有一定时代目的的，大家不能相信这个事儿。
那么跟十羊九不全相反呢，羊好养活。你看这个内蒙古这牧民养羊的最多，羊的生命力最旺盛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看这个克隆动物，大伙儿知道，第一个克隆动物是什么？克隆的叫多利羊，是从母羊，绵羊。为什么克隆这羊？咱要克隆别的动物，保不齐的克隆下来先死了呢。羊的生命力强，它的细胞里边构架比其他动物合理，极容易繁殖生长。所以说克隆第一个动物是羊，这是有道理的。那年宋丹丹小品不是克隆绵羊没爹没娘，就是这羊这个生命力旺盛。那么正是由于羊生命力旺盛，你看在这个内蒙啊，反正牧区吧，养羊的多。但是养羊有一个弊端，这个羊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力非常大。你说这些年北京啊这边有时候弄沙尘暴，什么原因？跟羊还真有关系。沙尘暴是什么带来的？西北地区的土壤沙化，水土流失。水土流失是什么概念？树啊草啊没了，没有能够搁根系固定住这土壤，土壤沙化，一有风刮起来吹到北京沙尘暴。那么说为什么这水土流失呢？这草和树没了呢？跟养羊有关系。这个山羊厉害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？它吃草啊，不是说像马呀牛啊把面上就吃没了就完了，它能够把石头缝里的草都给你抠出来吃了，都能够把整个土里的根儿拔出来，把草根都吃了。咱们常说斩草除根，你看羊软绵绵的啊，胆小似的，斩草除根这就羊干的事儿，把根儿都给你吃了。所以养羊的地方，如果羊面积太大太多，占的地方太广了的话，时间长了，这个地方的绿色植物，尤其是草的根系，就会受到很大破坏。所以说有一度啊，咱们不说羊毛衫最好的啥羊绒吗？人家外国人说，哎呀，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羊绒，听起来是夸你们，不是好话。你一养羊养多了，你自然环境遭到破坏，这对你来说很不好的事。可是问题就在于，咱们现在牧民好多牧区比较贫困，羊还好养活，容易快速生长，能快速脱贫呢，能别过那种很穷的吃不吃喝不喝热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养羊成了几乎牧民的唯一选择。那么怎么样平衡这事儿？咱们现在政府下挺大力气，又退耕还林呐，退耕还草，又给牧区补贴。我认为这是一种思路。你说有的人说，那这个羊把那草都吃了，内蒙的牧民不能养，这是不对的。人家要生存呐，你凭什么说你这刮了沙尘暴了，你环境受到威胁了，你就埋怨让人家在那受苦受冻，给你提供好的环境呢？所以这一点来讲，补贴内蒙地区的牧民，这是发达地区人应尽的义务。这个在国际上，我以前老梁说天下里说过，这叫下游补贴上游。上游给你保持水土，不让水土流失，下游得了好处了，那下游经济发达，上游不砍树不干啥，活不下去了怎么办？下游补贴给上游的老百姓。所以你看，从羊这个问题上，世界范围已经有不少这个环保方面的专家对草原地区怎么治理、怎么处理这种生态平衡跟畜牧业发展的关系，已经早有定论了。那么呢，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了一堆和羊有关的，其实我们会发现呢，羊在12生肖里啊表现力是比较差的，和狗啊、和虎啊、和这个牛啊什么的比，它要差一些。但是不等于羊身上就没有那种艺术的感觉。咱们看这几年中国最火的动画片是什么？小朋友张嘴就说出来，《喜羊羊和灰太狼》。今晚杀进羊村，将大肥羊一网打尽，以纪念涮羊肉发明1000周年。涮羊肉，涮羊肉，涮羊肉。他就是用羊和狼的关系。民间不说狼吃羊冷不防，狼和羊永远是对立的，狼是强大的，羊是弱小的，狼是阴险狡诈的，羊是软弱胆小的。那么这种对立恰恰是喜羊羊和灰太狼制造动画冲突效果的一个根源。老婆，这是我对你的第214个承诺，我一定抓到214只小肥羊给你。那么这个片子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？你看小朋友喜欢的不得了，你看现在小孩穿的衣服，这绣灰太狼，那弄个喜羊羊，这戴个帽子似的，
很有意思。为什么呢？狼和羊这关系它是辩证的。里边灰太狼虽然说挺狠，吃羊干嘛？可是你发现呢，灰太狼第一个总倒霉，哎，经常就被人给弄得飞天上，弄哪儿，嘴里喊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这就说这个坏人是不会有好报的，恶有恶报。但是你看灰太狼有个优点，他对他媳妇红太狼百依百顺。那红太狼一整就拿个平底锅，梆就拍他一下子，把他打得稀昏八素的。但是呢，他对自个儿老婆百依百顺。所以现在网上有人说嫁人要嫁灰太狼，人灰太狼对媳妇好。那么反过来我们看，羊是弱小的，哎，也值得保护的。可是这也告诉我们，你弱小，谁来保护你？最好的方法是自己武装自己。你像喜羊羊似的，既聪明又勤奋。所以网上说，做人要做喜羊羊，嫁人要嫁灰太狼，就这个意思。就是羊是弱小，你不能说我弱小的我就放弃了。也必须一定要提升自己的这种素质。喜羊羊就是个典型，而且中国有那句话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你说这个羊让狼吃了，它可怜吧？它真有些可恨的地方。这里边也把羊身上一些弱点，你比方说美羊羊，一整割个双眼皮啊，整个化妆品呢，结果就上了灰太狼当，他被逮住次数很多。哎，喜羊羊还得救他，好美嘛，爱慕虚荣，这是。你再看什么懒羊羊，不愿动弹，但是不愿动弹的人，你可以开发你自个儿的脑筋。虽然这人懒，但是只要他脑筋勤快，这个人就是可以造就的人才。你其他像沸羊羊啊，什么暖羊羊，各有各的个性，而这个个性里头都存在一定的劣根性。就是说呀，弱势群体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它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但是弱势群体，你要克服了自己一些弱点的话，开动自己的脑筋的话，你也能一步一步的走向强势群体。你看喜羊羊灰太狼，最后就看羊这个团队最终是战胜狼这团队。这个灰太狼即使把自个儿二叔什么灰带二太狼整来，最后都没打败羊这个团队。所以这里边呢是包含着以弱胜强、阴阳平衡的中华传统的民族文化的一些核心。那这羊和狼的关系啊，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有一些隐喻。你比方说这个人呢，表面上这个好像挺软弱，其实笑面虎似的。咱们经常说这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。哎，你看有一首歌，我记得叫什么披着羊皮的狼还披着狼皮的羊啊，哎，就是反映了这样一种在恋爱当中强弱势互相转化的。